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知道的是真的？这是哲学里一个古老又持续燃烧的问题。认识论。认识论这个词来自希腊语 episteme， 意思是知识，和 logos， 意思是理性或道理，合在一起就是对知识本身的研究。我们如何知道？我们能知道到什么程度？而我们所谓的知道到底可靠吗？在西方哲学的版图上，认识论与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并列，构成四大支柱。从古希腊开始，一代又一代思想家，从柏拉图到康德，从笛卡尔到当代哲学家，都曾在这个问题上反复追问。他们想弄清楚，当我们说“我知道”这句话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有认识论这种学科？亚里士多德早在2000多年前就给出了答案：哲学源于惊奇与困惑。人类几乎都有一种天性，想要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于是我们提出问题，建立理论，编织各种解释，只为让这个复杂的世界变得稍微有点说得通。但世界并不总是配合，它太庞大、太模糊，也太多变，很多现象无法用简单的逻辑解释。于是大多数人走到某个点就会停下来，他们接受一个有限的理解，告诉自己这样知道已经够了。而哲学家，尤其是认识论者，不满足于此，他们不只是想知道世界是什么样，更想知道我们是如何知道它的。他们在那种惊奇与困惑中停留得更久，也正因此，认识论诞生了。大多数人对世界的理解停留在够用就好，而哲学家不一样，他们被一种执念吸引，或者说困住。他们想从最普遍、最根本的层面去理解世界，所以他们不停地建构理论。这些理论要能概览全局，要足够准确，有解释力，还得在理性上站得住脚。他们不满足于知道一点，而是要知道的彻底。也正因为这样，哲学家的探问总会走得比常人更远。常挂在他们嘴边的问题：我们凭什么说自己理解了？我们的理解真的符合现实吗？这种走得更远的探究，就是所谓的拥有一种哲学。那是一种持续推问的姿态，不让理解停在半途。认识论者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起初也以为自己掌握了很多知识，他们以为世界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他们已经理解了不少。可当他们开始真正反思这些已知，情况就变了。他们发现那些看似牢固的认知，其实并不那么稳。许多原本深信不疑的观念，仔细一想却变得模糊，甚至可疑。怀疑从这里开始，而这种怀疑并不是无中生有，它源自我们对世界经验中的某些异常，那些与常识对不上、与直觉不符的时刻。接下来，我们就从其中的2个例子出发，看看他们如何动摇我们对知识的信心。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情形：一根直棍插进水里，看起来却是弯的；铁轨在远方似乎越走越近，却明明是平行的；一本书在镜子里，文字全都反了，让人读不下去。这些现象我们太熟悉了，可仔细想想，它们其实都在欺骗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凭眼见来判断世界，那我们看到的棍子确实是弯的，铁轨确实是相交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换句话说，感官告诉我们的并不总是真相，而我们所谓的知识往往就建立在这种不可靠的感官之上。这些视觉错觉看起来简单，但一旦深入思考就没那么容易了。我们说棍子其实没弯，铁轨其实没并，可问题是我们凭什么这么确定？也许你会说，当棍子拿出水面时，我看到它是直的，听起来很合理，但这真能证明它在水中的时候不是弯的吗？我们只是换了一个场景，再次看了一眼。可如果视觉本身会骗人，那这一眼又凭什么更可信呢？又比如铁轨，我们说它们没有相交，因为火车能顺利驶过，但那只是另一个经验，另一个看起来合理的判断。我们的信心其实还是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相信眼见为实。可如果眼见本身不可靠，那我们又该相信什么？可我们怎么知道火车的车轮在远方看起来并没有真的靠拢？又凭什么某些看见就比另一些更值得相信？毕竟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棍子在水中弯了，出了水又直了。那为什么我们坚持说真正的是那根直的棍子？换句话说，我们凭什么给某种感知更高的地位？是谁在决定哪一次看见才算数？如果一切判断都建立在感官之上，那当感官彼此矛盾时，真相还剩下什么？也许有人会说，问题不在看错，而在只看。光靠视觉当然不够，要理解世界，我们还得依赖其他感官。比如那根看起来弯曲的棍子其实是直的，因为我们可以用手去摸，手告诉我们它是直的，所以我们相信手而不相信眼。听起来这似乎解决了问题，但真的解决了吗？可问题又来了，我们凭什么相信触觉比视觉更可靠？触觉也会骗人，
比如一只手先被冰水冻冷，另一只手刚从热水里拿出，然后同时放进同一盆温水中，结果是冷的那只手觉得水是热的，热的那只手却觉得水是冷的，同一盆水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这意味着即使我们调动全部感官，也无法彻底逃出错觉的网。于是问题又回到原点，如果看不准、摸不准、感受也不准，那我们还能拿什么来确定世界到底是什么样？也许我们会退一步说，既然感官都不可靠，那就让理性来判断真相吧。毕竟理性看起来更高、更纯粹，它不依赖身体，也不被幻觉左右，听上去像个出路，但真的是吗？而事实上，理性也会出错，我们会遗忘，会算错，会被情绪左右，会仓促下结论。更根本的问题是，当理性的推论与感官的经验发生冲突时，我们到底该信谁？毕竟我们对世界的大部分认识原本就来自感官的输入，如果连感官的基础都被怀疑，那理性又能立足于何处？要把棍子真的是直的这一看似简单的主张捍卫起来，显然并不容易。这里有一张密密麻麻的难题网络，等待着认真而细致的思考。接受这个挑战的人，实际上就是在面对一个更大的哲学问题：我们如何知道外在世界独立于感官经验而存在？毕竟感官经验终究是我们为数不多的证据。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在感官证据彼此冲突时，我们如何判断事物的真实面貌？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外科医生在手术前告诉病人，你醒来时会感到剧烈的疼痛。手术结束后，病人醒来，医生看到他皱着眉，发出呻吟，面部扭曲，一切迹象都说明他在痛。于是我们自然会说，医生知道病人在疼，但真的是这样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并不知道，因为他没有感受到那种痛，除非他自己也经历过同样的手术，否则他无法真正知道那种疼痛是什么感觉。而更复杂的是，就算他曾经动过同样的手术，他也无法确定那时自己感受到的疼和眼前这位病人正在经历的疼是同一种感觉。每个人的感受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私密经验，医生看得见病人的表情，却永远感受不到他的疼痛。他所理解的痛和病人所体验的痛，也许根本不是同一种东西。这种隔阂并不只存在于疼痛，想想颜色，一种我们称之为绿色的颜色，但你眼中的绿真的和我眼中的绿一样吗？或许在我的世界里，那其实是一种你会称为红的颜色，只是我们用了同一个词儿绿来指代它。我们永远无法比对，因为我无法看到你脑海中的绿色，就像你无法感受我的疼痛一样。哲学家把这称为反转光谱问题。也许我们以为共享的世界只是语言上的共识，而非感受上的统一。由此可见，每一个人都注定被困在自己脑海的边界之内。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我们都无法真正知道另一个人的内心。这种隔阂不只是暂时的困难，而是原则上无法跨越的界限。现代科学常有一种信念，只要方法足够精确，总有一天我们能解释一切。可他人心灵的问题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在人类经验的某个领域，所有外部的观察与测量都将失效。在那片领域里，科学无法进入，逻辑无法还原，留下的只有沉默的意识与不可言说的体验。关于心灵，我们终究无法拥有一门真正的科学。说到这里，我们又回到了认识论最根本的问题：知识到底是什么？哲学家们通常把这个问题看作一个概念上的探问，不是在搜集事实，而是在追问一个词的含义。可问题在于，我们要怎样去研究一个概念？我们又凭什么相信通过分析语言、定义或逻辑推理，就能真正触摸到知识的本质？这看似一个简单的问题，却隐藏着一种方法论的困境。当知识本身就是我们思考的工具，我们又该如何用它来审视自己？人们常常假设，虽然这一点并非没有争议，要理解知识是什么，我们只需去分析知识这个词的含义。概念和词语并不完全相同，而语言是我们表达概念的媒介。我们无法直接看到概念，却能通过语言看见它的轮廓。因此，观察一个词在日常语言中的使用方式，也许能让我们窥见它背后的思想结构。换句话说，理解知识这件事儿，或许要从理解我们如何使用知道这个词开始。我们常说，我认识它，我知道这件事，我知道怎么做，我知道在哪里，为什么，是否。这些表达乍看相似，其实在哲学上有着深刻的区别。20世纪的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就特别强调，知道某事儿和知道怎么做并不是同一种知识，前者是一种命题式的理解，比如我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后者则更像一种能力，比如我知道怎么游泳。一个是说得出来的知识，一个是做得出来的知识，而这两者之间正是现代认识论开始重新思考知道意义的起点。
有些知道我们能做到，却说不出。比如，一个人会游泳，但他未必能清楚解释自己在水里是怎么做到的。这就是知道怎么做，一种技能，一种身体与经验的智慧。类似的，还有知道某事，比如你知道单簧管的声音是什么样，可要你准确地描述那种声音却很难。你知道，但你说不出来。相比之下，知道某件事儿，就像拥有一段可以传达的信息。你知道地球绕太阳转，你可以解释，也能教别人。它属于语言与逻辑的世界。于是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知道都能被传递，有些知识存在于言语之间，有些只存在于体验之中。比如，我知道沃姆斯协定签署于1122年，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知道某件事儿，一种可以被说出来、被验证的信息性知识。而赖尔认为，这种知识与知道如何做是两回事儿。会游泳、会演奏、会开车，这些知道不是一堆事实的集合，不是你能背出来的句子，而是一种能在行动中体现的理解。赖尔据此提出，知道如何不能被简化为知道那件事儿，它们并列存在，彼此独立，共同构成了人类知识的两种面向：语言与行动，理论与经验。从古希腊到今天，认识论的讨论几乎都集中在同一种知道上，知道某件事儿是真的。这种知识被称为命题性知识，听起来简单，但它隐藏着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比如，当我们说亚历克斯知道雪是白的，这句话里的知道我们大致明白，可那句雪是白的，也就是哲学家写作中的那个屁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知道的是一串文字，一个心理状态，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个问题听起来抽象，却指向认识论最深的根部。当我们声称知道，我们究竟在接触什么？哲学家们曾经列出过一长串候选者来回答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当我们说我知道屁，这个屁到底是什么？有人说屁是一种信念，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命题、陈述、句子，或者是我们说出句子时的那个语言行为。这些争论背后其实牵连着一个更古老的问题——共享问题，也就是当我们说红色时，这个红到底是存在于世界中的抽象实体，是我们头脑中的概念，还是只是我们给某种感觉起的名字？然而，无论哲学家如何分歧，有一点，他们几乎都同意：要说我知道某事，那件事则必须是真的。如果屁不真，那就不可能存在知道屁这回事。换句话说，真理是知识的前提条件。有些哲学家认为，知识其实是一种心灵状态，一种特殊的意识，一种知道的觉察。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提出，知道与相信相似，但并不相同。它是一种更稳固、更清晰的心智状态。到了现代，这一思想被重新表述成一个确定性阶梯，在阶梯的起点是猜测与假设，最脆弱、最不确定的想法；再往上是思考、相信、确信，而在顶端才是知道，一种最为坚实、最具确定性的意识。在这种观点下，知道意味着一种清醒的自觉。如果我知道某件事，我不仅知道它是真的，还知道自己知道它是真的。也就是说，知识就是意识中的确定性。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开始拒绝把知识看作一种心理状态。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一作论确定性中写道：知道和确定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它们并不是两种心理状态，就像猜测和确信那样。他的意思是，知道并不是一种内在感觉，它不像疼痛、怀疑或者有某种看法，这些心理状态都有一个共同点：处在其中的人知道自己在那种状态里，但知道不同。一个人可以知道某件事儿，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知道。他可能准确地认出某个事实，做出正确判断，但从未想过我知道这件事。因此，维特根斯坦和许多哲学家认为，把知道当作一种心理经验，就像把疼痛或怀疑当作感觉那样，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知道并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一种我们在语言与行动中展现出来的能力。那么，如果知道不是一种心理状态，那它究竟是什么？一些哲学家认为，知道无法被简化成单一的东西，比如一种意识状态。相反，我们之所以能说某人知道，是因为他满足了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其中包括某些行为条件。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在被测试时总能正确回答关于某个领域的问题，我们自然会说他懂这个。换句话说，他知道。在这种观点下，知道意味着一种能力，一种能够在某种情境中表现出正确反应与判断的能力。因此，知识并不是一种心理体验，而是一种能够被行动证明的理解。心智或许参与其中，但知道最终显现在我们如何应对世界之中。哲学家约翰·朗肖奥斯丁在1946年的论文《他人之心》中提出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当我们说我知道，其实并不是在描述一种心理状态。事实上，我们根本不是在描述什么，而是在做一件事儿。
说我知道，就像是在表明一种立场，我有理由，我有根据，我有足够的理由去断言事情确实如此。而我们通常只在有疑问需要解决的时候才会说我知道，因为那句话的意义不是在陈述一种感觉，而是在宣告一种论断的资格。当这些条件都被满足，当一个人确实处于可以合理断言的地位时，我们才会说他知道。在奥斯汀看来，知道不是一种意识，而是一种语境中的行动，它意味着我们承担起了对真理的责任。还有一种与此密切相关的区分，就是现实知识与潜在知识。所谓现实知识，指的是我们此刻意识到的，正在被激活的知道。比如，当你在解一道题，忽然灵光一闪，看见了答案，这一刻你的知道是鲜明的，在场的你能感受到它的存在。而潜在知识则不同，它更像是一种倾向，一种在特定情境下能被唤起的能力。比如，某个人现在也许并没有想着自己的家庭住址，但如果有人问起，他立刻就能答出，这说明他确实知道，只是那种知道暂时处于静默状态。所以，一个人可以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依然拥有知识，知道不一定要在心里发光，他也可以潜伏在行动的可能性之中。从17世纪开始，哲学家们就明确地区分出两种知识，先天的和后天的。这个区分在休谟与康德的思想中占据了核心位置，也成为近代认识论的基础。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这两句话都是真的。第一句，所有的 T 型福特汽车都是黑色的。第二句，所有的丈夫都是已婚的。我们是怎样知道他们为真的呢？第二句的真相不需要调查，你只要理解丈夫这个词，它本身就意味着已婚男性。所以，当你理解了语言的含义，你就已经知道所有丈夫都是已婚的。这种知识不依赖观察，也不依赖经验，它来自理解本身，来自理性对意义的把握。这就是所谓的先天知识。它不需要实验或事实验证，因为它在逻辑上已经成立。与此相对，要知道所有的 T 型福特汽车都是黑色的这句话是否为真，光靠理解语言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去查证，看一看那些车，调查它们的颜色。这种通过观察、调查、经验得来的知识，就叫做后天知识。它不是逻辑推演的结果，而是从经验世界中获得的。哲学家们常用几组概念来进一步区分先天与后天知识之间的差异：必然与偶然、分析与综合、同一反复与有意义，以及逻辑性的与事实性的。这些区分通常是针对命题而言的。所谓命题，可以理解为一句话背后真正的意义或内容，一种可以被判断为真或假的思想单位。举个例子，英文的 Snow is white 和德文的 Schnee ist weiß， 虽然语言不同，但它们表达的命题其实是同一个。雪是白的。哲学家把那些在所有可能情况下都成立的命题称为必然命题，比如那句熟悉的“所有的丈夫都是已婚的”，无论世界怎么变化，只要丈夫这个词依然意味着已婚男性，这句话就不可能为假。它在任何逻辑上可想象的情境中都成立。而所有的 T 型福特汽车都是黑色的则不同，它确实在某个历史时期是真的，因为那时福特只生产黑色的车。但我们很容易想象出另一种情况，假如当年福特决定推出红色或蓝色版本，那这句话就不再成立。所以我们说，这样的命题只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为真，在别的情况下可能为假。这类命题就叫做偶然命题。一般来说，必然命题往往属于先天知识，你不需要去验证，它本身就逻辑上成立。而偶然命题通常属于后天知识，你得通过经验、观察或事实来确认它是否为真。不过，也有哲学家提出过一些有趣的例外，他们认为有些必然命题也可能来自经验。这一点，我们在讨论后天的必然命题时再细说。什么是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呢？如果一个命题中谓词的意义已经包含在主词的意义里，那它就是分析的。比如那句经典例子，所有的丈夫都是已婚的，这里已婚已经是丈夫这个概念的一部分。这句话只是把定义重新说了一遍，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新的事实。相反，如果一个命题的谓词并不包含在主词的意义中，那它就是综合命题。例如，所有的 T 型福特汽车都是黑色的，黑色这个特征并不在福特 T 型车的定义里。这句话表达的是一个关于世界的事实，而不是一个词语之间的逻辑关系。一般来说，分析命题通常是先天的，因为它靠理解就能知道真假，而综合命题多半是后天的，必须透过经验去确认。然而，到了18世纪，康德提出了一个震撼哲学史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存在先天的综合判断？也就是说，有没有一种知识，它既不是来自经验，却又能告诉我们关于世界的新事实？这正是康德整个哲学体系的起点。还有一种区分是同义反复与有意义命题。所谓同义反复，就是命题里各个词在逻辑上说了同一件事儿，
或者最终可以化简为 a 等于 a 这样的形式。比如说1加1等于2，或者更极端的，一个苹果就是一个苹果。这种命题看似正确，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世界的新内容，它只是在重复一个定义或逻辑横针，因此被称为空洞的命题。它在认识上没有增量。而有意义的命题则不同，它的词语组合能指向一个新的事实，一个可能变化的世界状态。当我们说天正在下雨时，这句话就传递了关于现实的具体信息，它可以为真，也可以为假。所以，同义反复让我们看到逻辑的自洽，而有意义的命题让我们真正接触到世界的不确定。这组区分同义反复与有意义，在哲学史上不仅是逻辑问题，它还深深影响了宗教哲学。在11世纪，坎特伯雷的圣安瑟伦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证，被称为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他的思路是这样的：上帝被定义为唯一完美的存在，而如果某个存在不具备存在本身，那它就不可能是完美的。所以，上帝作为唯一完美的存在，必然存在。看似严密，但休谟与康德后来都指出了其中的逻辑陷阱。他们指出，你不能从一个同义反复的定义推出一个关于现实存在的结论。换句话说，从语言的必然里推不出世界的事实。所以，今天哲学界普遍认为，从同义反复中不可能推出任何有意义的命题。一般来说，同义反复的命题往往是先天的、必然的、分析的，而有意义的命题则通常是后天的、偶然的、综合的。前者描绘的是逻辑的世界，后者触摸的才是经验的世界。最后一组区分是逻辑命题和事实命题。逻辑命题是指那些可以被还原为纯粹逻辑真理的命题，比如如果 P 并且 Q， 那么 P 这类命题的真假完全取决于逻辑结构，与世界上实际发生的事情无关。举个具体例子，所有的丈夫都是已婚的，它其实可以改写成，如果某人是已婚并且是男性，那么他就是丈夫。这句话看起来像在说事实，但其实只是逻辑形式的重复。而事实命题就不同，它的意义来自现实，它无法被化简为逻辑横针。天空是蓝的，水在0度结冰，这些命题的真伪都依赖经验与观察。所以我们说，逻辑命题通常是先天的、必然的、分析的，事实命题则往往是后天的、偶然的、综合的。前者属于理性的演绎领域，后者属于经验的世界。一个揭示思维的形式，一个揭示世界的内容。前面那几组区分，必然与偶然，分析与综合，先天与后天，在现代哲学中被重新审视过无数次。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来自美国哲学家索尔克里普克。1972年，他在《命名与必然》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主张，并不是所有的必然命题都是先天可知的，有些必然命题反而只能通过经验，也就是后天才能被知道。这听上去似乎违反直觉，因为传统观点认为，凡是必然为真的命题，都应该是通过理性推理就能得出的。克里普克指出，这其实是一个混淆，人们长期把必然和分析性混为一谈。确实，所有分析命题既是先天的，又是必然的。于是，许多哲学家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必然为真的命题都属于先天知识。但克里普克说错。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提出了著名的例子：同一性命题。比如金星就是金星和晨星就是昏星，两句话看似结构相同，但意义却截然不同。也正是在他们之间，克里普克揭示出逻辑、语言与世界之间的一场深层错位。在克里普克看来，金星就是金星，当然是先天可知的，你不需要去观测天空，只要理解同一性这个概念，就知道这句话必然为真。但晨星就是昏星就不一样了，它并不是通过思考就能得出的真理。事实上，人类花了很长时间才知道，清晨天空中那颗明亮的星和傍晚出现的那颗其实是同一个天体金星。这个认知来自经验与观测，并不是逻辑推理，所以它是后天获得的。然而，一旦我们发现晨星与昏星确实指向同一个对象，这句话就成了必然的真理，因为它的逻辑形式仍然是某物及它自身。无论在任何可能的世界，金星都不可能不是金星。于是，克里普克揭示出一个看似矛盾却深具哲学意义的事实：有些真理虽然只能通过经验去发现，一旦被发现，它们却是必然的。这种命题就是所谓的后天的必然命题。克里普克认为，后天的必然命题并不只出现在晨星与昏星这样的同一性判断中，还有两种类型的命题也同样符合这一特征。第一类是物质起源的命题，比如这张桌子是由这块特定的木头制成的。这句话之所以为真，需要通过经验才能知道，你必须看见、触摸、验证它的材料，但一旦确认，它就成为一个必然的事实。如果这张桌子不是由那块木头制成的，那它就根本不是这张桌子。第二类是自然种类的本质命题，例如水就是 how， 我们是通过实验、化学分析才知道这一点的，所以
它是后天知识。但当我们知道了水的分子结构，这句话就成了必然真理。无论在哪个可能的事件，只要是水，它就必须是后。当然，克里普克的观点并非人人接受。后天的必然命题，至今仍是哲学界争论最激烈的话题之一。它触动了理性与经验的边界，也重新定义了知道这件事的意义。回望整段认识论的历史，哲学家们其实一直在做两件事：一是描述、弄清人类知识的样貌与来源；二是论证、解释我们凭什么能说自己知道。这两项任务看似不同，却常常交织在一起，既要分析我们是如何认识世界的，又要说明这种认识为什么可以被信任。